超越 KH-101，打爆伊斯坎德尔 K， 烏克蘭新導彈實戰到底有多強？相信一直關注俄烏局勢的朋友，最近都被一則消息刷屏了。根據自由時報報道，某個俄羅斯軍事相關 Telegram 頻道最近透露，烏克蘭在打擊俄羅斯沃羅涅日州一座電子工廠時，首度使用了最新遠程打擊導彈 AGM-188A。如果嫌這個名字太拗口，我們可以叫它秀士匕首。秀士匕首這次打擊的對象來頭不小，名為斯波爾卡半導體工厂，距烏邊境約500公里，專門為俄羅斯 KH-101 巡航導彈、伊斯坎德爾 K 導彈系統以及鎧甲 S1 防空系統供應核心的電子元器件。這次打擊直接摧毀了生產 1K 的關鍵鑰匙，相當於把 1K 打包在搖籃裡。按理說，這種地方應該是重兵把守，各種防空系統密密麻麻。那麼，秀士匕首到底是如何做到精準打擊的？難道俄軍內部還出了叛徒？而烏克蘭這款新型導彈的真實戰力參數到底是怎樣的？它能否超越俄軍的同類型的 KH-101？ 想要知道秀士匕首的戰力到底如何，我們就得先回到那場沃羅涅日的驚雷。在沃羅涅日那座半導體工厂爆炸之前，俄軍一直認為自己的縱深防區是相对安全的。畢竟，無論是烏克蘭自制的無人機，還是英國提供的昂貴的風暴陰影，在龐大的 S300 和 S400 雷達網面前，理論上都有跡可循。但6月22日的這場打擊徹底擊碎了俄軍的這種心理優勢。現場殘骸中發現了一個未知的8單元 CRPA 抗干擾天線，這種特殊的電子簽名指向了美國空軍的一個絕密項目——鹽城攻擊彈藥。這個計劃正是為生產秀士匕首而來。ERAM 計劃隸屬於美國空軍，由一家名為第5區技術公司的非傳統國防承包商研發。它設計初衷非常直接，為烏克蘭提供一種廉價、可大量生產且打得極遠的遠程大殺器。美軍的研發效率實在給力。2024年8月立項，4個月後原型機首飛，2026年初完成實彈戰鬥部測試，4月就在 F-16上完成了投放驗證，堪稱光速的研發進程，無不說明秀士匕首絕非那種造價動輒幾百萬美金的貴族導彈。秀士匕首在體型上非常具有欺騙性，它長約3.7米，尺寸和重量被限制在500磅级，也就是 Mk82 航空炸彈的水平。這意味着烏克蘭手中那些已經完成適配 GDAM 改造的 F-16，不需要任何額外的硬件改動，就能直接掛上這把匕首。一架 F-16AM/BM 戰鬥機在兩側機翼下掛載4枚甚至更多，就像是一個隨時準備遠距離拋射的空中狙擊平台。它不像 KH-101 那樣需要图160這種戰略轟炸機去拖，也不像戰斧那樣需要巡洋艦去發射。即插即用就是秀士匕首讓俄軍感到恐懼的地方。而它之所以能穿透俄軍密集的防空網，靠的是 TJ-80 涡噴发动機，這款由捷克 PBS 航空航天公司提供的动力心臟，雖然推力不算巨大，但勝在運行平穩且體積微小。它讓秀士匕首能以 0.8 馬赫的高壓音速貼着樹梢高度進行地形匹配飛行。在雷達兵的顯示器上，這種高度和速度的目標极易被地面雜波覆蓋。再加上採用了 Cosbia 公司設計的低可探測外形，俄軍的防空雷達在幾百公里外根本抓不住它。等它到了近前，你即便發射導彈攔截，8單元的抗干擾天線也能屏蔽掉電子干擾。這就是為什麼沃羅涅日的守軍直到工廠大樓起火都沒能拉響警報的原因。不是看守的俄軍近視，而是根本沒有發現秀士匕首已經插到了他們家門口。當然，也有朋友會說，你別光吹性能，45公斤的戰鬥部是不是太小了？比起俄軍動輒500公斤、1000公斤的裝藥，這把匕首似乎也就只能炸炸魚吧。這話不假，但大家別忘了，現代戰爭最講究什麼？不是力度，是精度。比起使用上百公斤戰鬥部都炸不掉烏軍後勤的俄彈，秀士匕首的打擊精度已經到了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什麼美軍敢把戰鬥部做得這麼小？因為它的核心定位從來不是火力覆蓋，而是直接對接高價值易碎目標。像沃羅涅日的斯波爾卡工厂，其核心設施是昂貴的光刻機、高纯度净化室和精密檢測線。這些東西對震動和溫度極度敏感，想要摧毀這個工廠，根本不需要把整棟大樓炸平，只需要讓45公斤的高能炸藥在生產線中央炸開，其產生的超壓和碎片就足以讓這些俄羅斯最稀缺的軍工生產設備當場報廢。大家別忘了，秀士匕首的射程高達930公里，原先 ERAM 計劃的要求只是450公里，
但美國工程商顯然對這個距離不太滿意。450公里的打擊距離，準備打到什麼？俄羅斯郊外的樹林嗎？我直接給你翻倍。930公里的射程，能夠讓烏克蘭飛行員在第聶伯河上空，甚至基輔郊區，在完全處於自家防空網保護傘下的位置，輕鬆按下發射鈕，然後讓導彈輕鬆飛過邊界，穿過庫爾斯克，直撲烏羅涅日，甚至更遠的腹地。至此，俄軍的戰略縱深在這一刻縮水到了極點。以前俄軍覺得把兵工廠搬到莫斯科周邊或者內陸就安全了，現在只要在 F-16起飛的1000公里半徑內，通通都是袖手匕首的射程範圍。在這裡，我得順便提一下這種導彈的智能化程度，它配備了全數字式飛行控制系統和備用導航模組，即便俄羅斯在工廠周圍部署了高強度的 GPS 干擾儀，袖手匕首也能通過其內部集成的地形匹配和星光制導進行修正，就像一個帶了離線地圖和指南針的刺客，不管如何干擾它的无線電，它都能順着那條預示好的航線摸進你的辦公室和工厂。這也是為什麼俄方事後回收残骸時，對那個位置的天線模塊感到如此恐懼。當然，除了先進的打擊技術和理念，袖手匕首的造價也很美麗。對此，我們可以用同類型的 KH-101對比。首先，我们看看 KH-101 作為引以為重的主力巡航導彈。KH-101 重達 2.4 噸，體型像一根巨大的電線桿。它雖然能帶450公斤甚至更重的戰鬥部，但造價高達1300萬美元一枚。而且由於體型巨大，它的生存率非常依賴複雜的路線規劃和電子對抗。那麼袖手匕首呢？很多人一提起遠程打擊，總是着迷於單枚導彈的參數對比，覺得俄羅斯的 KH-101 體量那麼大，設計那麼精美，怎麼可能被這麼精緻的美國飛彈超越？但可惜，現代高烈度消耗戰的本質從來不是武器精美程度的選美大賽，而是兩個國家重工業產能、供應鏈彈性和財政承受能力的極限對決。根據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正式聯合並批准的採購法案，美國政府已經允許烏克蘭動用來自丹麥、荷蘭、挪威等國家提供的防務資金，以及美國自身的對外軍事物資，總計8.25億美元的預算，向第5區技術公司採購足足3350枚袖手匕首導彈及設備。大家或許對這兩個數字沒什麼概念。這樣說吧，8.25億購買3350枚導彈，折算下來，單枚導彈包含全部機動維護、備件以及設備訓練的綜合單價，竟然被硬生生壓到了驚人的25萬美元左右。對比 KH-101 的1300萬美元，相當於一枚 KH-101 匕首足夠買50枚袖手匕首。這25萬美元僅僅相當於美軍自己現役主力戰斧巡航導彈或者隱身對地導彈造價的1/10，甚至連一枚最先進的愛國者3或者 S-400防空攔截導彈的成本的1/10都不到。當一種能飛越930公里、具備米級打擊精度和頂級抗干擾能力的巡航彈，其造價被現代工業流水線強行砸到這種白菜價的臨界點時，那麼戰爭的性質就已經完全變了。窮則戰術穿插，富則火力壓制，這都已經不是火力壓制了，而是火力超級覆蓋，而且是覆蓋到敵人的核心研發區域。在過去，烏克蘭軍隊發射一枚金貴的風暴陰影巡航導彈，前線指揮官手心都在冒汗，生怕被對方的防空網攔截掉，因為那意味着200-300萬美元瞬間打了水漂，打一枚庫存就少一枚。而現在有了25萬美元一枚的袖手匕首，烏軍玩的就是純粹的饱和轰炸，有事沒事先發射個10枚袖手匕首炸炸看，炸不到目標我也能當作放了個煙花。而在實際執行遠程突襲任務時，烏軍也根本不需要像過去那樣小心翼翼地尋找防空網的漏洞，直接利用導彈的極低成本和龐大基數，就跟俄羅斯部署在後方的防空部隊玩一場把對方活活熬到吐血的消耗遊戲。回到那場乌罗涅日的大火，這場熊熊大火一度讓我想起《權力的遊戲》中龍母浴火重生的名場面，袖手匕首的誕生似乎也預示着一個新戰爭時代的浴火重生。在我看來，袖手匕首的破局恰恰證明了現代戰爭也許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逼迫傳統的武器制造模式向敏捷開發、快速迭代、成本至上全面進化的時代。美國的研發模式很值得咱們台灣學習。第5區技術公司和美國空軍武器裝備局玩的是一套純粹的互聯網產品思維，當武器在出廠的那一刻就必須具備高技術指標，利用現有的成熟的民用標準化供應鏈以及現成的微型噴氣發動機，
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拼湊出一個性能足夠用、單價低到極致、能夠立刻量產的基礎版本，然後直接把它扔到全世界對抗最慘烈、環境最惡劣的烏俄戰場上去進行高壓實地測試。導彈在實戰中發現什麼漏洞，遭遇了什麼樣的干擾，後方的程序員和工程師就在加密網絡裡當晚連夜修改控制代碼，迭代抗干擾算法，用戰場炮火和命中率強行餵出來的武器。它的進化速度是傳統實驗室裡那些吹風洞的精美飞彈永遠無法比擬的。當我們再一次將 AGM-188A 鏽蚀匕首與俄羅斯大名鼎鼎的 KH-101放在一起進行对比時，你會發現，這不僅是兩款不同的武器對決，更是兩種完全不同，甚至是互相撕裂的軍事工業模式的碰撞。俄羅斯的 KH-101是傳統大國重工業思維下不計成本雕琢出來的貴族巨獸，它體量龐大，外形線條為了追求極致的隐身性能而設計的極其複雜，內部堆砌了成百上千個金貴而脆弱的精密傳感器。每一枚 KH-101的誕生都需要消耗高昂的財政預算和漫長的工時。在重重國際制裁的圍剿下，俄羅斯工人們必須通過各種極其隱秘的走私渠道，去全球偷偷倒腾那些被卡脖子的核心元器件。這導致它的產量每個月非常有限，在戰場上打掉一枚就少一枚。在面對高強度的持久消耗戰時，其脆弱的生產線根本經不起日夜不停的火炮消耗。而站在他对立面的鏽蝕匕首，則是一個從出生開始就帶着滿身塵土，專門為了在廢墟裡把對手活活耗死的流氓。他不在乎自己的外形是不是完美隱身，不在乎自己的彈頭是不是能開山裂石，他唯一的執念就是用便宜、產能以及100%能夠管飽的工業韌性，確保能夠打擊到敵人核心。當這把白菜價的匕首開始以每年數千枚的恐怖規劃向戰場源源不斷傾瀉的時候，傳統大國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建立在昂貴防空導彈和貴族飛彈基礎上的防務神話，就已經在物理和經濟的雙重維度上被徹底掏空了。未來的戰爭天平或許將不斷推向屬於那些性能剛剛夠用，能夠在標準化流水線裡源源不斷制造出來低成本消耗品靠近。值得跟各位强調的是，由于俄羅斯的說法尚未獲得獨立驗證，因此目前仍無法確定發動攻擊的武器到底是鏽蝕匕首，還是風暴陰影，或是烏克蘭其餘自行研發的遠程打擊武器。不過，根據相關報道和俄方提供的資料看，我個人更傾向於打擊沃羅涅日工廠的行動正是烏克蘭新導彈的首秀。畢竟，這個劇本幾乎與火烈鳥和海王星的首秀如出一轍。至於真相到底是什麼，就不妨交給時間了。好了，本期關於烏克蘭新導彈鏽蝕匕首的故事到這兒就結束了。各位認為，面對這種白菜價的遠程精確制導武器，未來的戰爭形態會發生怎樣的巨變？俄羅斯是否有足夠的反制方法？未來又將有哪些重要俄工廠被精確制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見解，博主會認真看完每一條留言。如果你喜歡這種有趣專業的視頻，別忘了長按點讚，給個3連支持。你們的每一次互動都是我繼續更新的動力。咱們下期視頻再見。